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4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重点解读蓬佩奥国务卿呢昨天下午在美国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呢，他做的一个激情洋溢的对中共所发表的，主要是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战斗的激情的檄文。那么呢，我们今天呢是重点会解读蓬佩奥的他这篇讲话。那么在谈蓬佩奥的这个讲话之前呢，先向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躲进加州旧金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那个来自中国空军军医大学的叫唐娟的，我前一天的这个节目里面谈到的共军的一个女军官躲在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唐娟，今天已经从总领事馆里面走出，被 FBI 抓捕了。也就是 FBI 对中共旧金山总领事馆下了最后通牒，也就是今天不把唐娟交出来，因为唐娟今天下午就要在美国东区法院出庭接受美国的起诉，所以说唐娟今天上午必须要被抓捕到庭，所以 FBI 就最后给了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通牒，也就是唐娟这个人你出不出来，那么最终中共只好放人，也就是把唐娟从总领事馆里面交出，被美国 FBI 出门就逮捕。然后呢，今天下午他将会在旧金山东区法庭呢出庭受审。那么更多的像唐娟这种是中共军官的身份，隐瞒了美国他们的真实身份，在入境签证时候虚假隐瞒了他们真实身份的这些人，他们都构成了签证欺诈罪。那么像唐娟这种已经被抓捕、已经被起诉的，我们所知道的是4个人，这4个人的名字都已经被 FBI 公布了。那么还有更多的，目前来讲属于正在甄别和抓捕之中。那么这些人通通会被控上美国的法庭，签证欺诈罪在美国的量刑是10年，另外加25万美元的罚款。也就是等待这一批共军军官们，他们混入美国，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美国服刑10年，罚款25万美元之后，一旦刑满还会立即驱逐出境。这就是目前来讲在美国的几个共军军官，他们目前受到美国起诉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唐娟你尽管躲进了中国旧金山总领事馆，但是仍然逃脱不出被美国起诉审判的命运。那么其他的共军军官肯定都跑不掉，目前这些共军军官想自己化妆逃跑不被美国掌握，立即就能逃出境外已经不可能了，因为 FBI 已经完全掌握，只不过他们收网的时间有早晚，但是一个都跑不掉。这就是目前来讲，美国首先对这一批化妆进入美国，企图在美国窃取美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人，美国给予打击的一步措施。那么这2天，因为美国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所以说呢，中共呢就开始了一个报复呢就是关闭了成都的总领事馆。中國政府星期5宣布已經通知美國關閉駐成都總領事館。中方上述舉措是對美方無理行徑的正當和必要反應，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符合外交慣例。發言人汪文斌喺一個記者會上面表示，呢個係對美方之前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嘅正當同必要嘅反應。之前，特朗普總統表示唔排除關閉更多嘅中國駐美國領事館嘅可能性。那麼成都總領事館在昨天接到中共閉館的命令之後，他們是當天馬上就登飛機就離開的。可以講他們沒有任何文件要燒，也沒有任何一個電腦要砸，他們不存在任何假幣要處理，他們也更不會賴在這個領事館裡面掉頭就走人。而中國呢，中國的這個休斯頓總領事館，他這個總領事蔡偉準備做釘子戶，蔡偉就說他不會撤，他仍然繼續辦公，他就待在休斯頓總領事館裡面。那麼美國給出中國休斯頓總領事館72小時閉館的時間是在今天下午當地時間的4點鐘，也就是到4點鐘以後，美國會派人來接管原來的休斯頓的總領事館。那麼那時候會怎麼樣？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們呢會關注今天下午休斯頓總領事館它閉館究竟會發生哪些事？因為呢，美國是文明國家，那麼文明國家怎麼處理？也就是對方當釘子戶來的不走，他們會用什麼方式來處理這些人？目前來講呢，我們還要看這個事態的發展，也就是美國它用什麼樣既符合法治，又同時用文明的方法，然後最終驅逐中共的這些賴在領事館裡面的外交人員，這些都不是外交人員啊，很多都是諜報人員啊，是不是這些人他們到時間不走，那麼美國就會拿出證據，把他們當作
情报人员、谍报人员对他们进行起诉，直接抓捕呢？这些事情呢，我们现在不好说。下午4点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休斯顿总领事馆它的变化，因为美国毕竟是文明国家，那么文明国家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讲道理、讲法治的，所以说美国怎么处理呢？目前呢，我们还不能够去想象，我们要根据这个结果来看。你如果换到中共会怎么样？你认为中共会怎么样？换到中共可以讲，中共100%是武警冲进去，也就是这次成都总领事馆的美国这些外交官们，如果按照中共规定的72小时之内他们不撤，他们就赖在里面，中共100%会派武警冲进去吗？武警冲进去是逢人便抓，逢女便奸，逢物就砸。打砸抢嘛是中共的强项啊，那所以说中共100%会用这种方法，就是强行驱赶、打砸抢。中共是这种方式。如果你换到俄罗斯呢，老毛子就对不起，架起火炮一阵乱轰了，这就是野蛮国家、专制国家，他肯定是用这种方式。那么成都总领事馆的美国外交官根本就不会跟你中共有一句废话，你们决定撤销，你们决定这个馆不允许做，你们决定这个馆72小时之内关闭，人家收拾行李，人家当天就走了，没有文件要烧啊。所以说美国的外交官当天就撤离了。那么呢，在他们撤离的这一天，也就是中共决定关闭成都总领事馆的这一天，就有相当的这些所谓的成都民众，究竟是什么民众，有多少老百姓的成分，我们搞不清楚。但是中共这些渔民呢，肯定是不少的，看热闹的也不少，去爱国的人也不少。很多民众呢，在成都领事馆门前呢，就在放鞭炮。在市区放鞭炮，大家都知道是违法的，但是在美国领事馆面前放鞭炮呢，武警和公安没有一个人去管。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旦打上爱国的标签啊，别说是违法放鞭炮，你即使杀人也可以啊。当年的义和团，原来的文革，他们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啊？不都是因为朝廷号召的爱国吗？只要爱国，什么人不干？所以说，大陆的渔民经过共产党70年的洗脑，他们完全是没有是非标准的，他们只知道吃喝玩乐打炮，别的一概不知啊。他们跑到成都总领事馆门前放鞭炮，那么高兴，说是赶走了美帝国主义，他们根本不知道是美国人在救他们，他们今天活得像个猪狗一样，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们从人类变成了兽类，而美国人现在要把他们重新还授于人，他们现在要赶走人家美国人。后来是因为外媒全部报道以后，然后中共装模作样去抓了一个放鞭炮的人，跟外媒讲好像我们也是处理的，但是现场的视频我们看到啊，公安没有管啊，你放鞭炮你就放啊，这就说明什么？中共他都很清楚，大小官员、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只要是朝廷号召的，什么事都可以干，所以他们知道现在朝廷要赶走美国人，我们就去放鞭炮，我们就表示高兴嘛。这就是中国的渔民，他们有一个自我审查的，也就是政府希望你们做的事，或者政府号召的事，你就踊跃去做，过了法律的底线也没关系。政府不允许的，不允许报道的真相，那就是要闭住嘴巴不讲，即使是有人调查到你之后，都要装作不知道。这不就是中共70年来把人训练成跟猪狗一样吗？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是关闭成都总领事馆呢？为什么不关闭武汉，不关闭香港呢？我呢是这样去理解的。武汉呢肯定是中共呢希望关，但是武汉现在本身就是关的，因为武汉现在美国领事馆自从上次武汉瘟疫开始，美国总领馆的人全部撤出以后，总领馆就没有恢复，多次美国提出想恢复，但是中共呢找出各种理由在刁难，所以说武汉总领馆现在实际上属于关闭之间。那么因此中共这次再关闭武汉总领事馆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他要关闭呢，关闭一个就是说目前可以办公可以工作的领事馆。那么香港为什么不关闭呢？因为中共最需要是隐瞒真相。香港你即使是关闭了一个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但是美国驻香港一共有1300家企业，可以讲大量的美国企业、大量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香港，香港的各种事情未必要通过香港总领事馆来了解。所以说呢，关闭香港总领事馆仍然起不到隐瞒真相的这个作用。而关闭成都总领事馆是可以隐瞒西藏和新疆的真相的。中共是最不希望西藏和新疆这些各种真相呢能够暴露到海外去，而成都总领事馆恰
恰好他的这个领区管区呢，就是负责西藏和新疆的，所以中共把这个成都总领事馆一关以后呢，也就是所有外国人你想进入西藏和新疆就更没有可能，更没有机会了，因为美国总领事馆都在这儿都关掉了，也就是别的人你想了解一点西藏、新疆的真相的话，那么没有美国人在这个区域帮助的话，那么了解真相的这个机会就更少了。这是中共关闭成都总领事馆的目的，所以说中共他就达到了关闭成都总领事馆，武汉总领事馆实际上没有开，中共实际上就一下子让美国的2个领事馆都处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这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盘。因为中共可以讲，他动脑筋，他就专门算计别人，专门耍阴谋诡计。美国人其实心里面是很明白的。可以讲，蓬佩奥礼拜4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这个演讲中，他演讲的题目就叫“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这个题目他直接就把自由世界的未来跟共产党中国挂钩，也就是有共产党就没有自由世界，有自由世界就不应该有中国共产党。Today, China is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its hostility to freedom everywhere else. If the free world doesn't change, Communist China will surely change us. 这就是蓬佩奥他整个讲话的核心。他为什么选择尼克松图书馆？是因为什么？中美关系是始于当年尼克松，也就是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跟毛泽东会面以后，开创了中美关系由敌对转为缓和，转为朋友，转为中美之间关系交融的一个起头。这也就是当年从尼克松开始。那么今天要结束这一段中美关系，也必须到尼克松这边来结束，因为这一段中美关系，它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不是中国人民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讲，中共跟美国打交道这么50年，美国人已经对中共做出了一个深刻的解读，也就是美国必须改变现在的中国，也就是蓬佩奥反复强调必须劝进。必须改变中国，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改变中国，中国就会改变自由世界。这是蓬佩奥讲话里面的核心。因为蓬佩奥就明确就说，目前中国对美国、对整个自由世界都是一个威胁。蓬佩奥明确就讲，我指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利益，不包含中国人民。所以说，中国目前来讲，由于被共产党控制，而共产党控制的这个政府控制的14亿人民，他们目前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一个威胁。而中国人民他们必须要站出来改变他们的共产党。如果中国人民永远受共产党的奴役，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绑架到14亿人民，挑战自由世界。并且蓬佩奥号召全世界所有志同道合的西方盟友国家，大家一起努力改变现在的中国。那么改变中国必须是解除中共，只有解除中共才可以解除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而解除中共的责任绝不仅仅是自由世界的责任，同样中国人民自己要努力，他支持中国人民起来演变中国。这个呢是蓬佩奥的一个良好愿望。其实呢，中国人民呢现在没有人呢敢出来演变中国，或者中国人民出来想演变中国的那些人基本上都在牢房里面了。普通的中国人民呢现在就宁愿逆来顺受，宁愿呢被共产党压榨，所以指望着中国人民来改变中共呢，这条路呢中国人民至少是走了这么30多年呢没有走通。所以中国人民是指望美国人民来改变中共的，中国人民是指望美国政府来消灭中共的。这个都是大家对对方的一个期待，也就是蓬佩奥希望你们中国人民，你们要自己努力，你们要站起来推翻你们这个残暴的政权。而中国人民认为，你们美国政府，你们来解救我们，你们美国人民来把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残暴的政权推翻，让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自由。所以这个方面呢，蓬佩奥显然他还不了解中国大部分中国人民的心态。中国人民现在就是逆来顺受，他们绝不是他们现在已经早就要积聚起力量把共产党推翻了。现在中国人民站出来推翻共产党的那少部分人早就被共产党关在牢房里面。因此来讲的话，蓬佩奥他有这个想法，他有这个号召，那么最重要还是要动用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力量，自由世界来帮助中国人民一起来推翻和解除中共这个残暴的政权。蓬佩奥在整个讲话里面，他是回顾了尼克松50年前访华，他谈到2022年就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共50周年，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他已经远远不是尼克松当年认识中共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了。可以讲，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与中国盲目挂钩进行的各种实践，对于美国来讲，完全以失败告终。我们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可能再重新回到这条路上面。自由世界必须要战胜这个新的暴政。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CCP regime is a Marxist-Leninist regim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that informs his decades-long desire for global hegemony of Chinese communism. America can no longer ignore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just as the CCP has never ignored them. My experience in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nd then as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my now 2+ years as America's Secretary of State have led me to this centr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only way to truly change communist China is to act not on the basis of what Chinese leaders say, but how they behave. We, the freedom-loving nations of the world,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just as President Nixon wanted. We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in more creative and assertive ways because Beijing's actions threaten our people and our prosperity. Securing our freedom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mission of our time, and America is perfectly positioned to lead it because our founding principles give us that opportunity. As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very clear, we need a strategy that protects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indeed our way of life.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这是蓬佩奥他在讲话里面反复强调，中共就是一种暴政。蓬佩奥就说，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基础上建立的这种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再忽视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一点中共从来没有忽视过。但美国呢，曾经呢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家们认为，虽然两国政治制度不同，虽然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是是可以共同发展的。蓬佩奥讲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意识形态不一样，当政治制度不一样，他们发展的目标不一样，也就是中共的发展目标就是要铲除你美国，就是要在全世界实现他共产主义的红色霸权。所以说，蓬佩奥是非常了解中共的，他就说过，对于中共来讲，相对任何敌人，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早就超过了对任何敌人的恐惧。也就是共产党最怕人民提意见哇。最终，蓬佩奥他是号召全球都要建立反共阵线，不要依赖中国的市场，不要把中国一切的行为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行为，包括中共他政府、他的军队、他的外交行为，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正常国家所实行的行为。蓬佩奥说的一句话非常经典啊，他说我们跟别的国家打交道是要信任了才能打交道，但是你跟中共打交道，你必须要不信任才能打交道，因为你一切都要采取不信任他的态度去听他的话，你信他你就错了。这是蓬佩奥对中共最深刻的认识。因为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都是一个最讲信用的国家，信用和契约维持了西方人他们几百年来他们治国的一个根本。而美国人是带着信用、带着契约跟你中共打交道的，但是你中共跟人家签了中英香港联合声明，才仅仅20多年，你们就撕毁了这个香港声明，你们就采取了你们的国安法，所以中共是根本不讲信用的。而美国人讲的信用，人家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美国人如果守信用，哪怕是一个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定啊，就是两人一个口头约定，真不遵守这个约定，就是一种契约和你个人的信用。我举的例子就是美国就在上一个月，就是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发生的一个例子。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对哥们儿，他们是好朋友，这对朋友的名字叫汤姆·库克和乔·费尼，他们俩人是一对好朋友。在20多年前，两个人就做过一个口头约定。这个口头约定是什么？就是他们两人分别自己买自己的彩票，但是呢，他们约定好，如果我们两人买彩票，随便哪一个人中了，要带对方呢分一半。那么他们这么20多年来一直在买着。那么直到上个月，他们这个中间里面其中一个叫汤姆·库克的，他就中了2200万美元的大奖。他中了2200万大奖以后，他二话没说，立即兑现他当年对老朋友的这个承诺，马上打电话把他的这个朋友乔·费尼夫妇叫到家里面来，4个人一块儿到彩票站去领了这2200万美元。这就叫一诺千金啊！这就是美国人的信用啊！这就是美国人的契约啊！就是一个口头契约，赖掉也没有任何证据的。但是美国人会遵守，因为什么？上帝告诉他们，遵守自己信用，遵守契约，维护自己的信用，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信用标准。那么也就是美国人做人是这样，那么国家和国家打交道也是这样。但是中共呢？中共完全不是这样，中共就是耍无赖的国家。所以在中共这个国家，蓬佩奥已经说过，你只有不信任他，你只有完全不相信他讲的话，你才可以带着不相信他的态度去听他讲的话。蓬佩奥的发言是在他整个发言之前是临时删除了他稿子里面原有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借助中国人民的力量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向。因为蓬佩奥呢，他还不想呢，现在就立即号召全国人民，你们站出来去推翻你们这个政权，
这样来讲的话，从外交上来讲呢，他不是很合适，所以蓬佩奥他删除这个话。但是蓬佩奥的讲话的核心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歉举，就是要改变中国，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你们要站出来改变你们共产党，美国更要责无旁贷的站出来去改变中国共产党。蓬佩奥的讲话，我替他总结了，也就是美国和中国打交道了100多年。这100多年来，美国基本上只要你中国人需要的，美国的帮助你办到了。可以讲，近100年来，你需要教育，人家给了你清华；你需要医疗，人家给了你协和；你需要抗日，人家给你派出了飞虎队；你需要改革开放，人家给你外资和市场；你需要贸易，人家每年送给你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这样，你说人家亡你之心不死。那么现在人家只好满足你的要求，人家只好试试了。既然你说人家亡你之心不死，那现在就亡你一回。动不动中国就说中国双赢是赢2回，双方共赢就是共产党赢，双方合作就是怎么算计人家美国人，也就是你中国你总是跟美国打交道，你总是赢的，你要么是共赢，要么双赢，你就说双赢就是你中国赢2次，你可以赢无数次，可以讲美国跟你中国打交道，你中共赢了无数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要赢1次呢？美国赢1次会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就期待到美国这一次赢1回。川普总统昨天就在蓬佩奥他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几乎就跟他发表演说的同时，川普总统呢在接待记者的时候，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说过，中美贸易战的那个第1阶段的协议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你明白吗？川普总统反问过记者，你明白吗？他再一次强调已经不重要。 China, speaking about China, the trade deal means less to me now than it did. It just means much less to me. Can you understand that? 也就是川普总统他根本现在就不会再考虑中美之间什么贸易协议，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中共呢一直认为只要跟美国买一点，川普就会妥协。川普嘛是商人嘛，商人是最看重利益的嘛。不错啊，川普是商人啊，利益当然要啊，但是你中共买你的啊，川普卖掉农产品对于他来讲当然很重要。问题是你买你的，他打他的啊。中共最近就是因为他想能够讨好川普，中共最近是大量购买了美国的农产品，他认为只要把农产品都买起来，川普就不会激剿中共，而且就跟中共妥协了。你做你的梦，川普就是这样，你买你的，你大量的买，川普乐得个高兴。但是川普他打他的，这个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你觉得这是随随便便关闭的事情吗？可以讲，这不是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是撤销。也就是美国历史上跟伊朗也好，跟俄罗斯也好，最多是什么？最多是当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驱逐对方的外交官，也就是把对方的外交官驱逐掉，领事馆给予关闭。等到关系缓和以后呢，还可以再回来的。但是这次对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是宣布什么？永久撤销，也就是你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你怀疑川普的决心吗？可以讲，川普打击中共，他已经是毫不手软。这才是川普的第1个任期。川普到了第2个任期，你觉得还有什么念想吗？第1个任期大家都知道，川普希望连任。那么希望连任，川普就不希望添乱，就希望争取选民，就希望中共买一点，然后美国选民把自己的农产品卖掉以后，就会拥护川普的政策，就会支持川普，就会把票投给川普，川普就能获得连任。这是指川普第1个任期，他当然有这种想法。但是到了第2个任期，川普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没有第3个任期嘛。川普不需要再考虑任何是否需要讨好选民，让他们再把选票投给川普。川普已经拿到了选票了。当他第2个任期的时候，我认为川普的幅度对中共打击的幅度比现在要大得多。川普现在整个内阁全部是鹰派内阁嘛？为什么最近美国密集的川普的内阁的成员都不断地发表对中共谴责，以及把中共很多罪恶都公布于众的事实啊？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包括司法部长巴尔，为什么他们能纷纷的把很多中共的罪恶都把它公布于众啊？也就是这完全是做好舆论战。昨天蓬佩奥他整个的这个宣布，实际上就是冷战的宣言。蓬佩奥已经明确说过，中共必须要改变，必须要改变中国，因为我们不去改变中共，中共就改变了全世界。中国人民要站起来推翻你们的政府，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必须要改变中国，没有中国的统治，人类才可以进入和平状态。Today, China is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its hostility to freedom everywhere else.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enough. Today, the danger is clear, and today the awakening is happening. Today, the free world must respond.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past. May God bless each of you. May God bless the Chinese people. And may God bles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nk you all. 所以说，美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这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美国民间、美国的商业企业对中共是这个态度。美国国家包括司法部长巴尔，他对美国很多企业都点名的。这些企业，无论是硅谷的高科技企业，还是好莱坞，还是 NBA， 还是迪士尼，你们这些企业都因为你们跟中共的区域风营，你们为了中国的利益出卖你们的良知，那么一旦违背了美国的法律，美国是必然要惩办你们的。所以说，很多这些公司的大佬们，他们现在都面临到，如果美国司法部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会上审判台。因此，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点名了美国好莱坞、NBA 和迪士尼这几个企业之后，有几个企业马上就做出了调整，因为这企业的领导人都知道，自己如果继续违背自己的良知，违背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为了追求中国的商业利益，跟中共区域风营的话，违背了美国的法律的话，美国100%会惩罚他们的。所以说呢，很多企业呢现在已经开始做出调整，尤其是迪士尼。迪士尼仅仅是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点了他的名之后，他在仅仅10天左右，他就做出了宣布，就是无限期推迟他跪舔中共专制的一部电影、一部大片啊，投入了巨资的，就是《花木兰》的上映。这个《花木兰》是迪士尼制作的一部大片，这个《花木兰》电影是由华人女演员刘亦菲主演的。本来这个电影早就要上市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整个疫情，因为疫情期间，随便是中国也好，海外也好，所有的电影院现在都不能够上映电影。偶尔他们做过几次试映，那么那个电影院里面几乎就没有几个人看，所以迪士尼呢一直没有呢，就是公开上映，没有全球公映。那么刘亦菲这个人呢，又本身是个舔共的人，因为刘亦菲为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他对中共残酷镇压香港民众的这种暴行，他是给予支持的。他在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他就多次在微博上发布他支持香港警察，支持中共对香港的镇压。所以说，刘亦菲个人的这种行为也是遭到西方民主价值观一致的谴责的。但是好莱坞和刘亦菲呢，为了中共给予他们大陆的市场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中共对他们要求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审查呢，他们不断的呢，可以讲叫卑躬屈膝。他这种行为已经引发了美国的愤怒，因此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才会谴责好莱坞的这种违背良知、违背美国正义道德价值观的这种行为。那么迪士尼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他就不敢再继续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立场了，现在做出了一些调整。那么刘亦菲毫无疑问来讲，迪士尼为他投资的这部大片这么多钱，多半是打了水漂了。而刘亦菲这个人从此以后在国际上是不会还有获得什么电影市场的，他只能到中国大陆去讨好共产党，从共产党那边获得他的机会。但是刘亦菲身为一个外籍演员，你在中共也同样是被民众所鄙视的，因为你人在海外，你身为西方国家的演员，你享受着西方国家的民主，你到大陆来帮着共产党来愚民，那老百姓买你的票也没那么简单。所以说，刘亦菲这种可耻的人，当他丧失良知、丧失灵魂的时候，他总有一天会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就是现在的现状。可以讲，蓬佩奥是吹响了消灭共产党专制的号角。我相信，在蓬佩奥和美国政府这届内阁的努力下，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在全世界捍卫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共产党他跟美国打交道，他赢了无数回，他双赢就是他赢2次，他共赢就是他共产党赢。但是美国该赢了。当美国赢1次的时候，就是全世界人民，就是所有中国人民，我们赢的那一天。为了迎接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